Hello， 大家，這一集影片我們要分享最完整的交通攻略，帶着大家從山西太原搭高鐵到平遙古城站，去看知名手遊《黑神話：悟空》的取景地之一雙連寺，以及非常知名的景點平遙古城。由於本集牽涉到完整的交通攻略分享以及重量級古蹟的介紹，所以有着滿滿的乾貨，影片時間也比較長，還請大家多多包涵哦。雙連寺是一座保存千年、以彩塑藝術聞名的古寺，被譽為東方彩塑藝術寶庫。整個寺內大大小小共有2000餘尊彩塑，形態生動，栩栩如生，展現了豐富的佛教文化與民俗風情。除了剛剛看到的千手千眼觀音像之外，再來就是這一尊天下第一韋馱像，他用威武的神情看着在場的每一個人，而這一望也是千年。接着要帶大家看平遙古城。平遙古城建於明清時期，是中國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縣城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漫步在青磚城牆、古街民居與標局票號之間，就像穿越回繁華的晉商時代，歷史與生活在這裡仍然鮮活共存。欲知詳情，那就不囉嗦，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分享吧。Hello， 大家，目前看到的畫面是我們一早從下榻的酒店搭地鐵來到太原南站地鐵站。這是到了太原南站地鐵站搭手扶梯上來所看到的樣子。一上來地面就有清楚的地標寫着換乘高鐵，所以只要跟着指標走就可以到太原高鐵站了。我們按照指標先來一個左回轉，然後先出站。好，出站之後我把鏡頭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從我手指的那個地方出站之後，這裡有一個智能客服中心，順着鏡頭再看過去，然後再由那個方向來轉乘高鐵。箭頭所指的地方，這裡也有清楚標示。好，經過這邊看到了一整排的安檢人員，看起來似乎是主管在叮嚀今天的工作內容。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咯，前面按照指標先左轉。這邊一走過來之後，牆上也有非常明確的指標，寫着高鐵西到達口，還有換乘高鐵。這邊西到達口的意思呢，也就是待會兒會先經過一個高鐵出站口。畢竟太原高鐵站也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呢就分了東西出口。因此呢，這邊就要記得，當我們傍晚從平遙古城玩回來的時候，就是要從西到達口這邊走出來。西到達口走出來之後，又可以馬上銜接地鐵，然後再搭地鐵回我們的飯店咯。好，右前方呢，這個黃色的門就是西到達口。換句話說，今天傍晚我們從平遙古城再次搭高鐵回到太原的時候，就會從這裡走出來。把這個相關的位置牢記清楚之後，我們再繼續往前走。這裡也有清楚的指標寫着高鐵東進站口，繼續往前走。這邊我們就先快轉一下，接着右手邊會出現一個電梯，最後才是銜接通往地面的手扶梯。好，看到標示牌之後，我們把速度放慢，因為右手邊的電梯到了。這時候如果您有大件的行李箱，就可以從箭頭所指的地方搭電梯上去。我們待會兒會選擇搭電梯上去，不過在這之前呢，我們還是跟着鏡頭一起走，走到手扶梯這邊，讓大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整個動線的規劃。如果是搭手扶梯的同學們，上去之後呢，左後方就是整個高鐵的進站大廳咯。那就讓我們回過頭來，先搭一次無障礙電梯給大家看一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邊我們是要搭到高鐵的地面2層。因為地面2層呢，才是它的進站大廳。至於我們下榻的是哪一個旅館，然後這個旅館又位於太原哪一個地鐵口，如果還沒看過我們影片的同學們，我會將這個資訊放在影片片尾連結處，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自行去點選哦。好，電梯一打開，整個左前方就是進站大廳咯。這個第一眼望過去的感覺跟南京南站有一點像。怎麼說呢？明明到了2樓，可是呢，前方看過去卻好像是在1樓。原來呢，前面銜接的全部都是高架橋，
那高架橋這邊一整排看過去的，當然就是來接送的網約車或是計程車咯。那我再把鏡頭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剛才我們就是從那個電梯上來的。那我們就拿出台胞證準備進站咯。從太原南站搭高鐵到屏瑤古城站只要39分鐘。另外在這邊提醒大家，港澳台或者是持外國護照的朋友們統一走人工通道哦。由於走人工通道的人通常都很少，所以在這裡也不用擔心會排隊排很久。好，現在箭頭所指的地方呢，就是人工通道。過了人工通道之後，就準備安檢咯。刷台胞證進來之後，眼前看到的這一排都可以做安檢。好，眼前看到的畫面是過了安檢之後回過頭來看的樣子。那我就把鏡頭轉過來，讓大家一起看一下車站大廳。在這邊呢，分 A、B 檢票口。右手邊的是 A 檢票口，左手邊的是 B 檢票口。這個時候打開手機裡的鐵路12306，確認我們的班次是 G621。接着就是到我手指的大螢幕那裡去找出 G621 在哪一個檢票口檢票。很快的我們就確認是在 B16 檢票口。另外您也可以打開鐵路12306首頁裡的車站大屏，點選進去之後也會發現裡面的資訊是跟大屏幕同步的哦。Hello， 大家，我們現在呢已經來到了太原南站。那太原南站呢，這裡真的也是很大，所以呢進站的時候，就是從外面進站的時候，就是先拿台胞證，然後走人工通道那邊掃台胞證進來。進來之後呢，就是要過 X 光的安檢。那行李過完安檢之後，就是進來到我們現在這個候車大廳。所以它的指標說明都蠻清楚的。那一進來呢，就是分左右兩邊。那我一樣鏡頭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哦。我們現在已經在那個 B16 的檢票口，那確認好我們的車次。那目前呢，它還在備車的狀態，所以如果等一下跳檢票呢，我們就要過去檢票了。在我們準備檢票之前呢，還有一件事情必須要提醒大家。就是過檢票口時，還得要抬頭看一下地標顏色。好，在這邊我們看到了紫色，這是什麼意思呢？通常我們在月台候車都會先走到自己車廂的位置。在台灣，我們的習慣1號車廂一定是在最前面，最後一個車廂一定是在後面。但是在大陸高鐵則是不一定，你必須要先確認地標顏色，譬如剛剛看到紫色。那麼待會兒到了月台邊，你就要看地上的顏色，從黃的、綠的、紅的、紫的當中找到紫色。那譬如說我們是2號車廂，那就找到紫色地標上面寫2的位置，然後在那裡候車。另外月台上面的小螢幕也會出現明確的標示哦。好，現在地面上出現的就是地標，紫色地標目前顯示的是5車的位置，要到1車的話則是要再往左邊走。同理，我們再看一下另一個地標，千萬不要急急忙忙上了高鐵列車之後才往自己的車廂移動，因為有可能會走到中間就過不去。為什麼呢？因為萬一你要是碰到這樣的列車就完了。有一部分的列車是由2列組成，這個時候走到中間剛好車頭對車頭，那當然走不過去啦。好，很快的我們來到屏瑤古城高鐵站。出站之後要先找108路北的公車搭2站到雙林寺。眼前的畫面是從出站口走出來再回過頭來看的樣子。箭頭所指的地方就是傍晚要再次搭高鐵回到太原的進站口咯。我們正式把鏡頭轉過來看一下高鐵站正前方。前方呢，箭頭所指的地方也就是108路北的公車站牌。那我們就下階梯慢慢走過去看一下吧。在這邊呢，我們同樣打開支付寶的首頁，確認所在地自動抓到太原之後，就點選出行，然後就可以領取太原公交車的乘車碼，一會兒就掃碼上車咯。好，箭頭指的就是108路北的公車，然後它的前面那輛則是108路南的公車。但是2台公車上面都不見開車的司機，所以我忍不住就去問服務亭的一位大爺，然後一問一答當中，那個大爺給我的答案完全沒有參考價值。這一段好玩的對話我一定要模仿給大家聽。我問請問開車的師傅他來了嗎？然後大爺回答來了。然後我就又問那他人呢？
我咋知道呢？他來了。然後我接着又問，請問開車的師傅大約幾分鐘後會過來開車呢？接着大爺就回答，快了。然後我又問，請問您知道師傅去哪兒了嗎？然後大爺回答，我咋知道他去哪兒呢？他一早就來了，他來了，你們坐着等，一會兒他就來了。然後大約10來分鐘後，開車的師傅呢就慢悠悠的上車，然後我們也跟着上車了。這個時候呢，就有一個背着双肩背包的年輕人就走到車門口問，師傅啊，請問這輛車呢是去平遙古城的北門還是南門呢？然後開車的師傅就說，甭管北門南門，有門就行，你上不上呀？原來這個一前一後的公車，一輛會到平遙古城的北門，然後一輛到南門。看來那個年輕人是想在北門下車，因為北門比較熱鬧。但是對於開車的師傅來說，甭管北門南門，不都是平遙古城嗎？然後師傅就跟那個年輕人說，你到底上不上啊？不上我要關門了。後來那個年輕人就上來了。等開車之後，車上坐着的本地大爺大媽才跟那個年輕人說，別擔心，這輛車到北門的。然後我心裡覺得更好玩的是，那剛剛那個年輕人在問的時候，為什麼這些大爺大媽不幫忙回答呢？不過呢，從這裡也可以明顯感受出他們當地人的生活節奏呢是比較悠閒一點的。反觀我們，可能長期生活在一個比較快節奏的都市生活當中，已經習慣了每次問問題呢都會希望對方答出精確的答案。這是否也代表着我們平常都過得太緊張兮兮呢？揮揮手吧，第一次搭公車，很有趣哈。對啊，對，因為只有2站，所以就玩看這樣。雙林寺，啊，双林寺，那應該是往那兒走吧？往那邊，對。很快的，我們就在雙林寺站下車，然後剛才那2站呢，總共花了1塊人民幣。前方箭頭所指的這個就是雙林寺。在這裡呢，我把鏡頭再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剛才我們就是在這個位置下車的。接着我們就往雙林寺走吧。天哪，終於來到心心念念的雙林寺了。來到這裡就為了看那心心念念的天下第一韋馱像，還有千手千眼觀音像。然後在入口處這邊補充一點說明，山西省對年長者特別友善，只要年滿60歲以上，每一個景區都是免門票。另外呢，這邊也沒有限制人流量，所以就不用提早在微信公眾號上預約，只要現場掃台胞證進去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您是線上購買了山西文旅年卡的話，建議提早登入進去，用半價購買景區門票，然後它會跳出一個 QR code， 過檢票口的時候同時出示 QR code 跟台胞證就可以了。一進來呢，就看到天下第一韋馱像的1:1的複製品，相信等一下看到本尊的時候一定會很激動的。然後呢，前方箭頭所指的就是洗手間，想要上洗手間的這個時候就趕快去，因為進到景區裡面就沒有洗手間咯。好，那我們就正式走進去看看吧。在左手邊這裡看到了知名手遊《黑神話：悟空》的文宣品，因為雙林寺也是《黑神話：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正式進去之前，推薦大家可以下載一個 APP 叫三毛遊。下載之後，只要輸入景區名稱，譬如說雙林寺，它是付費導覽，但是很便宜，只有6塊錢人民幣。這比租導覽機要便宜很多，但是記得自己要準備耳機。從平面圖看，剛才我們是從這裡檢票進來，進來之後要從這個城門走進去。整個景區要看的依序有天王殿、菩薩殿、千佛殿，還有大雄寶殿。好，那我們就準備從這個城門口走進去咯。嚴格來說，整個雙林寺並不大，但是由於要看的彩塑及佛像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仔細看下來大約也要1個上午哦。加上這些彩塑聞名於世，所以它被稱為東方彩塑藝術的寶庫。進去之後，首先看到的是天王殿，它是單檐懸山頂，面闊5間，進深3間，前後出廊，前廊檐下有4大金剛，這4大金剛每尊約高3米，一字排開為明代作品。
上身赤裸或繫腰裙，濃眉怒目，身體扭動間展現出武士力拔山河的強壯和英武。這些彩塑都是使用當地一種粘性很強的紅膠泥土，乾燥之後能堅硬如石，經久不裂。泥塑乾透後，先用膠礬水刷過，再用雞蛋清加膠水配置的大白粉塗刷，接着用棉花或白布反覆擦拭，直到擦出光澤，最後再以礦石磨製的顏料上色。因此彩塑身上的衣裙都仍然色彩豔麗。另外店內的塑像無論大小，眼珠都用黑色琉璃燒製，所以不論你走到哪個方位，你都會發現塑像都在看着你，而且2顆眼珠子還會透出閃光，讓遊客萬般驚訝。雖然在出發之前，針對這4大金剛，我已經在網絡上搜集到許多相關的影像資料，但是真正看到他們的那一刻，內心仍然是相當激動的。他們從明代就屹立不搖地守護在這裡，真的是很不可思議。看完這4大金剛，走進天王殿之後，我們會看到彌勒菩薩。原來在那個時期的彌勒菩薩肚子並不大呀。這尊彌勒菩薩總高2.2米，整個精緻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蓮花座底下有力拔山河的金剛幫他高高托起，可惜頭部損毀。另外左右兩邊分別是帝釋天和大梵天作為脅侍，他們的高度約 1.75 米。殿中的塑像雖然精緻萬分，但卻也相當寫實。事實上，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面擠滿了遊客，但是大家卻相當有序地排隊輪流進去看，而每個人看到的那一剎那，卻又因為內心感到震撼而無法言語，以至於整個殿內雖然遊客很多，但是卻異常的安靜。而我也同樣被眼前的景象震懾住了。而下一個震撼到我們的，則是位於南閉門兩側的4大天王。這4大天王均呈坐姿，頭戴高冠，身形魁梧，身着鎧甲戰裙，以凸顯天王威武氣勢。然後沿着4大天王兩側的牆面，則為8大菩薩，真的是非常莊嚴而美麗。生在這個時代的我們，能如此近距離地看到這些古代塑像，真的是非常非常幸運。因為遠在30-40年前，山西許多的寺廟跟塑像都是不開放的，你永遠會看到他們是大門深鎖的，唯有做研究的學術單位透過申請，而且還要經過漫長的等待批准下來，才能有專人帶進去裡面看。這些學者專家進去看的時候，還要被叮嚀不准拍照，不准記錄，不准把裡面的相關資訊洩露出去。乍聽之下，大家也許會覺得不會吧，這麼小氣，連拍照都不允許。但殊不知，在那個年代，只要風聲或照片透露出去，接着竊賊也就跟着來了，然後這些珍貴的古文物就會因為失竊而下落不明，或者是被盜賣流落於海外。所以說，我們是非常幸運的，拜今日科技的進步，在防盜措施及監控設備如此完善的情況之下，這些珍貴的古文物得以逐步開放，讓所有的人都能夠進去參觀。這個時候呢，我也覺得應該把鏡頭拉遠來讓大家看一下。事實上，我們是透過鐵欄杆來看這些古代塑像的，也就是說，剛才所有的畫面都是大家有耐心的排隊，等到自己往前站了，才把拿着攝影機的手微微伸進去欄杆裡面，捕捉那珍貴的影像。帶着偌大的感動，我們離開了天王殿。離開之前，再把天王殿的整個外觀拍一次給大家看一下。接着我們從旁邊的小門進去，來到天王殿的後面，準備進入後方的釋迦殿看一看。好，箭頭所指的地方就是釋迦殿了。釋迦殿始建於明代，是寺院的主殿之一。在這裡我們看到殿內居中的主佛，也就是釋迦牟尼佛。整個殿內採用了一佛二弟子的經典組合，左右兩邊分別是脅侍文殊及普賢菩薩。我們看到了眼前釋迦牟尼佛，他慈祥的面容還有精緻的程度，真的是令人讚嘆無比。然而這裡更令人驚嘆的是環繞在四壁的懸塑藝術。山西有3大懸塑，一個是喜現小西天，第二個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雙林寺，第三個則是在長治的觀音堂。
其中小西天跟觀音堂的玄素都集中在一個殿裡面，唯有雙林寺是每一個殿內都有，並且這些玄素它都經過精密的計算，並不會影響大殿梁架的結構。目前畫面上的玄素塑造了完整的佛傳故事，從白象投胎、九龍玉太子到夜半魚城、菩提悟道，最後雙林入滅，上百尊人物與山水樓閣交織，立體的將釋迦牟尼從出生到成佛的一生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仿佛是一部立體的連環畫，氣勢恢宏，精美絕倫。每一尊玄素不僅要經過精密的重量計算，並且還要能完整呈現整體的故事結構，讓我們不禁讚嘆明代的彩塑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對了，在這裡我們必須要補充一下，整個雙林寺總共有2052尊的塑像，而其中完好者則有1566尊，數量之多，技藝之精，可謂集明代彩塑之大成。而它的時間跨度則是從公元1368年到1644年。接着我們來到的是羅漢殿，主殿看到的是觀音菩薩，東南北三壁分別雕刻精美的木龕，而16羅漢列坐於內。首先要介紹的是這一尊羅睺羅，因為他是釋迦牟尼佛的兒子。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穿着是採用宋代的包衣博帶式，並且是寬袖的服裝，讓人覺得這一尊羅漢有一絲絲文人的氣息。有趣的是，殿內的羅漢正在發生一些事情。左手邊數過來第一尊是瘦羅漢，旁邊的胖羅漢很生氣，他手上拿着一顆火球，要丟向對面的那只小狗，因為這只小狗剛剛咬了他的腳，而小狗則是躲到另一個羅漢的腿上。旁邊的兩位羅漢則是一副眼不見心不煩的樣子，而對面的第一尊是閻羅漢，他似乎在滔滔不絕訴說整個事情的經過，而第二尊手指着胖羅漢，似乎在說你不應該這麼生氣，他不過是一只小狗。接着看到的是啞巴羅漢，他皺着眉頭，好像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有苦難言。接着我們看到這個羅漢手指着另一個羅漢，似乎在說他才是最後到的，我可沒有遲到哦。話說這些羅漢都是有名字的，只是他們的名字不僅很長，又非常拗口難記，所以當地的人就用瘦羅漢、胖羅漢這樣來稱呼他們。天哪，終於來到了菩薩殿，我隱約已經看到了端坐在裡面的千手千眼觀音菩薩。此行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看這尊唯美浪漫的菩薩像啊！這可以說是我到目前為止看過的最美麗的千手千眼觀音，沒有之一。事實上，這一尊觀音像有26隻手臂，每一隻手都塑得圓潤柔美，姿態各異，手中分別持有不同的法器，如寶劍、金剛杵、如意、寶瓶、念珠等。每一件法器都代表着一種解除眾生苦難、滿足眾生願望的神通。與唐代的豐腴大氣、宋代的清秀內斂相比，明代的佛教藝術更趨於世俗化和裝飾性。雙林寺的千手觀音與兩旁的脅侍菩薩，其面容親切，姿態優美，裝飾華麗，更貼近當時民眾的審美，拉近了神與人的距離，體現了人間佛教的氣息，並且成功地將佛教教義轉化成一個可見可感、可以直擊心靈的視覺形象。尤其是當我們站在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面前，你會真切地感受到那種被無量慈悲所環抱還有守護的震撼與安寧。這也是為何它能被譽為東方彩塑藝術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的原因了。接着我們來到千佛殿，要看另一個重量級彩塑。不過在這之前呢，我們先看一尊非常優美的觀音像。這尊自在觀音右腿曲起，左腳下垂，姿態悠然自若，完全跳脫傳統佛像的莊嚴坐姿，被譽為東方維納斯。其形象生動寫實，衣帶流暢自然，背後沒有牆壁支撐，是難得的圓雕精品。而站立在他旁邊的，則是我剛才說的另一個重量級的雕塑，並且是被稱為全球第一的韋陀像，也就是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這一尊。
這一尊韋陀像，它並非靜止站立，而是極富動感，重心在左腳，身體大幅扭轉，拳頭緊握，雙目如電。同樣，他的眼睛也是黑色琉璃，所以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你都會發現他在看着你。至此，我真的是要說，從台灣辛苦的轉機到山西，一切都是值得的。另外補充一點，這些大小塑像都微微的向前傾，如此一來，臉上就比較不會有灰塵。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高超啊！接着我們來到了雙林寺的最後方，也就是大雄寶殿。但是大雄寶殿裡面的塑像在明代後期進行了一次重大的修復，並且在佛像臉上塗了一層防腐防蟲的桐油。在時間的洗禮之下，佛像的臉竟然都變成了深咖啡色，這真的是非常可惜的地方。反觀兩旁的脅侍菩薩，因為沒有上桐油，反而躲過一劫，他們的臉龐反而粉嫩依舊。Hello， 大家，我們剛才已經逛完雙林寺出來了。一個貼心的小提醒，從身後園區進來之後呢，就會在右前方看到洗手間。如果這時候想上洗手間呢，就趕緊先上一下，因為走進雙林寺裡面呢，就沒有洗手間啦。再來第二個貼心的小提醒，可以打開您的山西文旅年卡，然後就是直接呢進去購買，用半票的那種價位呢購買雙林寺的門票，然後配合掃台胞證呢進來參觀。那還有一個就是一路呢，按照這個裡面的路徑指示呢，往後逛到最後呢是大雄寶殿。那大雄寶殿之後呢，就建議不要再進去了，因為大雄寶殿的後面呢就是屬於陰廟的部分，在這裡就是貼心的小提醒。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在雙林寺呢的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那重點是哇，再一次必須說，山西呢是一個嚴重被低估的寶藏城市，雙林寺呢這樣一路看下來，我只能說哇感動。而且大家呢雖然擠進去每一個殿，然後裡面空間很狹小，然後看的人很多，但是沒有一個人大聲喧嘩，大家都好安靜好安靜，因為現場實在是令人太震撼太感動了。希望有一天呢大家也可以來這裡走一走哦。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雙林寺的分享。好，走出雙林寺的出口之後呢，对面一整排都是賣吃的。這個時候呢差不多快中午1點了，所以我們就先簡單吃個中餐，待會兒直接就在這裡打車去平遙古城了。畢竟時間寶貴，就不走出去等公車咯。在這裡我們點了一個來山西必吃的碗托，至於碗托是什麼樣的滋味，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咯。 A few moments later， 緊接着我們就打網約車來到了平遙古城，下車的地點就設定在北門，畢竟大家都說北門比較熱鬧，而實際上呢也是如此。由於整個平遙古城的總面積有245公頃那麼大，所以在北門這邊就看到許多的觀光車，而觀光車呢也主動的攬客做生意，因此呢很快的我們就跳上一輛觀光車咯。至於觀光車在這裡必須要注意到的是，它分成2種價位，第一種是單程，也就是只跑一個點，譬如說我們時間比較緊繃，目的地就是想要逛有名的日升昌以及鏢局還有縣衙，所以我們直接請觀光車拉我們到日升昌下車，我們從那兒開始慢慢逛，這就是所謂的單程，一個人的票價是10元人民幣，然後你可以指定下車地點。另外一種收費方式就是全包，一個人120元人民幣，他會帶你繞一圈，然後會在固定的景點放你下來逛，等你逛完了之後再打電話給司機，他再過來接你。但是有可能需要等很久，因為這個時候開車的司機他也許正在接另一單生意，他必須把客人拉到他們要去的地方之後再回過頭來接你，所以包車120這個方式其實不實際，而且浪費時間。再來就是觀光車不是平遙古城景區統包，而是有好幾家各自為政，各自搶生意，所以他們也不顧晉中市政府旅遊局公布的包車價格其實是80元，就各自為政。而令人感到吊詭的是，也沒有看到晉中市政府出來抓。
總而言之，最實際、最不費腿的方式，就是像我們一樣，直接搭到日升昌下車，從那裡開始逛，逛到累了，不想逛了，再隨時攔下一輛觀光車，再花10元，請他們載你們到南門或北門出。至於隨手攔車的部分，跑單點行程的車子隨時都可以，但是如果剛好是包車的車子，它就不會停下來。反正想搭車，招手就是了，了不起問清楚確認一下。反正呢，你就是會看到一堆景區觀光車在古城裡面到處跑就對了。因此也請大家逛古城的時候一定要靠邊邊走。既然提到了交通，那我們也順帶一提，離開平遙古城的時候，在任何一個城門口出口都會有計程車排班。在這裡建議大家這個時候搭排班計程車回平遙古城高鐵站。因為在平遙雖然也有網約車，譬如說滴滴打車，但是公部門似乎還沒有對網約車有正式的認可。而計程車的司機們怕市場被網約車瓜分的情況之下，他們就成立工會，每個月司機們要按月繳費用，那麼工會就會有專人在平遙高鐵站抓網約車司機，聽說只要抓到就會罰上萬元人民幣。因此，如果您打算從平遙古城離開，搭網約車到高鐵站的話，第一，恐怕叫不到車；第二，可能平台會要你加錢、加錢再加錢，加到足夠的錢，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許會有網約車司機因為想要賺高額的車資來賣命，但是他們有可能在快要接近高鐵站的時候，就會希望你下車，最後1里路用走的走過去，免得自己被工會的人抓到。為了避免困擾，在這邊就請大家直接搭計程車離開。當然，如果時間比較充裕的同學們，也可以在南門或北門搭108路北或108路南的公交車回到平遙古城高鐵站哦。以上這些資訊是我們在搭網約車的時候聽開車的師傅跟我們分享的。他們說平遙古城高鐵站那裡會抓，其他地方則不會抓，所以像我們從雙林寺搭到平遙古城這裡就沒有這種困擾了。再來談到收費的部分，逛整個平遙古城免費，它需要買門票的是單獨的景點，譬如我剛才說的日升昌、鏢局還有衙門等等。所以如果您確定會逛這些景點的話，那麼就建議買一張125元人民幣的通票，用通票就可以逛每一個點。當然，如果有買山西文旅年卡的話，就提前上去預約，就可以得到一個 QR code 免費來進場。另外，60歲以上的同學們就完全不用擔心這個問題，想看的景點只要在入口處刷台胞證就可以暢行無阻哦。說着說着，我們已經進到鼎鼎有名的日升昌。它的前身是在清朝時期打浦村李氏開設的西域城顏料莊。值得一提的是，這個顏料莊在嘉慶後期總經理是雷履泰，當時發生了白蓮教大起義，又因為自然災荒不斷，社會很不安定，商號之間如果要調運白銀的話，就必須靠鏢局保護。雷履泰就在所屬的商號間以匯票，也就是現在的支票來代替運白銀，後來就乾脆兼着做匯兌業務。後來平遙縣打浦村人李大全聯合雷履泰創建日升昌票號，也就是我們現在眼前所看到的這一切。李大全出資30萬兩白銀，雷履泰出資2萬兩白銀，每股1萬兩。之後日升昌生意興隆，手握全國金融之牛耳。日升昌整個建築格局坐南朝北，前鋪後院式布局，其中主院前後3進，並有西偏院和東邊院。主院自北而南依序是鋪面、前院東西櫃房、二門、信房、賬房、中廳、掌櫃房、廂房，其中廂房又分客房和廚房。最後是後廳，全院共有房屋65間。總而言之，日升昌是平遙古城的靈魂，它不僅是一座古宅，更是中國現代銀行的始祖。它的誕生標誌着中國金融史的一個飛躍。在這裡，你看到的不是傳統的錢莊，而是一套接近現代銀行的完整運作體系。它的偉大之處在於3大創新：第一，匯通天下，首創異地匯兌業務，商人不用再帶着沉重的銀兩遠行，憑着一張匯票，也就是現代的支票，就能全國通兌。
極大地促進了商業的發展。第二，經營存放款，積極吸收存款並發放貸款，讓死錢變活錢，成為社會經濟的潤滑劑。第三，嚴格密押，也就是防偽。為了防偽，他們發明了一套用詩句代表的密碼系統，不但確保了匯票的安全，也同時體現了古人的智慧。簡單來說，走進日升昌，你就是走進了中國華爾街的起源地。它見證了經商的輝煌，也定義了後來中國金融業的雛形。是品窯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核心價值所在。接着我們再來分享日升昌整體空間的規劃。回想一下，剛才我們一走進來的時候，它的外立面並不張揚，厚實的牆體和窄小的窗戶，首先就傳遞出堅固與安全的視覺訊息。而入口處的櫃檯則高達 1.2 米，類似當年的防彈玻璃概念，既區隔了內外，也讓客戶在辦理業務時有一種將財務交給一個穩固堡壘的心理感受。接着就是中軸線，它呈現了嚴謹的業務流程動線，整個建築沿一條中軸線層層遞進，功能分明。當我們看到櫃房的時候，就相當於現代銀行的營業大廳。這是對外的窗口，它辦理的業務有匯兌、存放款，所有的現銀都在此過程交接。信房則相當於銀行的核心後台與 IT 部門，這裡是機密重地，專門書寫、解讀密押信件，在這裡同時也制定匯率。而信房的所在位置通常僻靜，確保商業機密不會外洩。而中廳也就是客廳的部分，相當於 VIP 會客室或總經理辦公室，用來接待大客戶，洽談重要生意。如果您到了這裡的客廳，就會發現布置上更為講究，顯示了票號的實力與品味。另外，後廳相當於行政後勤與金庫區，是夥計們的起居室和餐廳。同時，最機密的地下金庫入口就隱藏在這裡。大家應該還有印象，剛才我們就看到一個地下金庫，而其中最有名的設計巧思，則是那塊寫着“匯通天下”的著名匾額，它的正下方往往就是通往地下金庫的入口。這不僅是一種理念宣揚，更是一種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心理戰術哦。隨着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們也會發現狹長的院落與高牆。院落的進深非常深，而且兩側都是高聳的牆磚，形成了易守難攻的桶狀空間。因此，一旦有竊賊闖入，都很難迅速逃脫，也方便內部人員甕中捉鱉。緊接着，我們來分享票號的2樓。2樓通常作為倉儲或是伙房住宿，但通往2樓的樓梯往往只有一處，而且便於看守，有效地控制了人員流動，並且也進一步保障了樓下營業區域的安全。總結來說，日升昌的布局就是一套精密的金融安全系統。它用建築語言清晰地劃分了對外營業、內部作業、機密核心與生活保障的區域，並且將防盜、保密、運營效率等功能完美融入一磚一瓦之中。在這裡面行走間，你仿佛能親身感受到當年這裡是如何在嚴謹的秩序下實現匯通天下的宏圖大業的。那在逛日升昌的同時，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都說品窯古城逛3天也逛不完。如果您要仔細的逛，每一處都逛到的話，確實是這樣子。那也有人說，其實1天就逛完了，這也沒有錯。因為如果您是像我們重點式的來逛，確實1天半天也就足夠了。畢竟網絡上也有人說，大陸好多地方都有古鎮和古城，逛到後來都有一點古城審美疲勞。但唯一不同的是，這裡是真古城。不過說到這裡，也同時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確定要在這裡逛到2-3天，那就勢必得住在這兒。那我就會建議大家住在古城外的旅館。
因為古城內都是石板路，我們就想象一下，拖着行李在石板路上行走，那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情。除非能事先聯繫飯店業者或民宿業者，跟他們確認他們是可以用3蹦子，也就是3輪車來幫我們先把行李載過去。好，那我們接着再回過頭來說一下日升昌。回想一下我們剛才所看到的地下金庫，我們來說到那個年代的金庫裡，白銀不會隨意的堆放，而是被鑄成一個個重達1000兩的大元寶，稱為湄奈河。因為很大不好搬，既防盜又便於庫存管理，而且金庫位於地下，位置隱秘，必須穿越層層機關窄巷才能到達。好，我們眼前看到的這個應該就是地下金庫的另一個通道，但是在古時候卻是非常隱秘，讓你看不出來原來這地底下大有乾坤。我猜想原本它的正上方放的應該就是床鋪，讓你完全看不出來地底下大有乾坤。真的是很難想象，在19世紀就這樣小小的一間地下室，通過一張張匯票就能調動全中國的資金，真的是了不起呀。那我們接着就要來參觀鏢局咯。所謂的鏢局呢，也就是中國最早的物流與保安機構，憑借着信譽和武功，護送着商隊與他們的銀兩穿梭於險峻的商道之間。換句話說，鏢局裡的人武功都必須非常高強，而且呢，他們隨身也一定要帶着相當趁手的武器才行。如果放到現代，那就是運鈔車的概念咯。Hello， 大家，我現在已經在平遙古城裡面了。那針對平遙古城呢，它整個景區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大家都可以從任何一個門進來，譬如說不管北門、南門或是東門、西門都 OK， 進來都是不用錢的。但是如果針對裡面的知名景點，譬如說像有名的日升昌，或者是像鏢局，或者是中國商會博物館這些展館等等的，那你就必須要上他們平遙古城的微信公眾號上面呢，去購買一張125元人民幣的通票。所以有了通票這個二維碼之後啊，在平遙古城裡面你逛啊逛的，譬如說像我們現在看到了這個鏢局呢，那就可以在入口處呢自行掃碼進來。當然如果年滿60歲以上的呢，那就是直接掃證件進來就可以了。所以到時候呢，就可以喊一下裡面的工作人員，檢查一下台胞證，然後就可以直接入園了。於是呢，我們就在古城裡面慢慢的逛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才準備離開。建議大家，如果您是準備在高鐵上就解決晚餐的問題，那麼要在這裡買吃的，譬如說買一些餅、肉夾饃或者是包子、饅頭帶到車上吃。因為到了平遙古城的高鐵站裡只有一個便利商店，而那個便利商店賣的也就只有泡面而已。再來，另一個要強烈建議大家的是，一定要把雙林寺排在早上先逛，因為雙林寺跟平遙古城比較起來，雙林寺更加精彩。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就先告一個段落，下一集我們要離開太原，搭高鐵到山西北部的大同。沒有錯，我們要分享的就是交通方面的攻略以及飯店的完整開箱，並且會在旅館下榻之後，當天晚上就直接衝大同古城牆，去城牆上看夜景哦。還請繼續追蹤我們的頻道，也謝謝您的收看，拜拜。